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仲怡阿姐仲晴！我来了！欢迎！大家好，我真的很开心呢，可以成为医疗家族的一份子哦。师兄，请多多关照。这个关照不敢当哈，我觉得我们2位要肝胆相照才对。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好好聊聊肝炎。肝炎患者呢，一般是从什么地方感染肝炎病毒？接受疫苗之后就能杜绝病毒感染吗？那患者能不能够痊愈？有哪些治疗方式？肝炎不治疗会有什么后果呢？那中医说的肝臭味是什么呢？还有食疗及保健学会的分享，你一定不想错过。全都在这一期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哇 ，A B C D E 5种那么多。哎呦，你现在还知道哦？对啊，我一直以为肝炎就只有 A B C 啊。哎呀，其实很多人跟你一样不太清楚，所以今天来宾非常重要。马上邀请的就是肠胃以及肝胆专科韦俊涛医生以及陈建斌斌哥，欢迎2位。欢迎！哎，来，韦医生你好，哎，又见面了，又见面，谢谢。你好 ，OK。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斌哥是我们的养生达人。当然是，所以猪肝你想吃吧？哎呀，我太爱吃猪肝了，尤其是涮火锅的是。哦，是。那对于人肝，你这方面的知识有多少？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我很多朋友啊，他们到了发现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肝癌末期，那3个月到6个月之后就拜拜了。还有有些时候很多人都会在我耳边说。小心肝叫我小心我的肝小心你的肝。OK，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有喝酒嘛，是，40岁以后我就戒掉。你这样讲哦，肝算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是吗？对，比如说胃是喇叭，对，肝就是哑巴。就是胃痛的时候很明显，胃痛你马上知道，可是肝它痛的时候是到最后末期你才知道，因为据说肝是没有神经线的，是吗？我们现在进入一个迷思环节，说不定呢能够帮你有些解答了哈。OK， 你们只要举牌真还是假就可以了哈。好，迷思1，请听好了啊，感染任何一种病毒类的肝炎后呢，患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将会提高，真还是假？感染任何一种病毒肝炎，真？别跟我。OK， 斌哥来。当然会提高啊。对我也是觉得，如果你有感染到这个肝的病毒的话，对，没有好好处理，然后没有任何症状，整个过程是沉默的。是，所以因为你感染了之后又没有医疗，然后它就会恶化。好，我来问一下韦医生，答案是真还是假？假。哎，专家，你不是说你是专家喽？怎么可能是假啊？来，医生讲一下。OK， 其实我们有病毒性的肝炎 （viral hepatitis）， 我们有分 A、B、C、D、E。A 跟 E 呢中了之后呢，你复原的机会是99%，都会 OK 的。不过呢，如果你中了 B、C、D， 就有可能好了之后呢，从急性的肝炎变成慢性的肝炎，慢慢有可能，尤其是 B 跟 C 就变成肝有纤维化，变成肝硬化，最后就有可能变成肝癌。好。第2个迷思听清楚了哈。好，和 B 型肝炎的患者一起吃饭会被传染，真还是假？一起吃饭，吃饭没有一起睡觉，没有吃饭而已。我觉得应该不会。你的假啦，因为尤其我们华人，我们吃东西，我们吃饭，尤其我们都是一起吃的。虽然现在有公筷，也不会说对吗？大家也没事啊，所以我不觉得。斌哥，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应该是不会传染，不会传染呀。好，来，我们的韦医生，请揭晓答案，真还是假？假。OK。首先呢，就是仲晴姐她的观察非常准确。对。因为很多时候一家人1个有2个有这个乙肝，也不会整家人都有，他们都是每天一起吃饭嘛，所以这个很有力的观察。好，下一个迷思。我们有个习惯，就是要吃到8分饱，对不对？那是不是能够有助于延缓肝炎病人的病情恶化？斌哥也是真，为什么？肝病很多是肥胖啊，有道理，就是影响到肝的运作。所以我觉得你少吃一点，它会慢慢缓和，可能在
逆转。哦，我觉得整个消化系统，包括胃之后也是会来到肝呐。但如果你吃太多的话，可能对我们的不只是对我们的胃，对我们的肝也有一定的负担。所以我觉得吃少一点比较好。OK 不要吃太多。来，维生真还是假？是假的，是。又答错哦。OK， 来，为什么？其实他们也一般这是对的，就是像我们肝病的病人，不要做三样东西，不要胖，不要吸烟，也不要喝酒。对啊，如果一个人已经有 B 肝的话，有乙肝的话呢，他再加超重，他会增加他变成有危险的机会。对。不过呢，你说这只是吃得不饱呢，这不可以直接的有这个保护还需要看医生，可能需要吃药。OK， 来，多喝咖啡可以降低患上肝癌的风险，真还是假 ？No， 喝咖啡，这样就不用看医生了。对啊，咖啡不吃药了，喝咖啡就行了。来，维医生，请揭晓答案，真还是假？是真的。哪有可能？哎，你们真的哇，喝咖啡真的可以哈？为什么？有很多研究，喝咖啡的人给不喝咖啡的人比较少会中这个肝病、肝癌跟肝硬化。那些喝咖啡的人，你喝2杯可以减少肝风险，是不是差不多30%？哦，你讲的 coffee 有没有加奶？要小心最好是不要加太多的糖。不要少大啊，少大，还是咖啡哦啦，高松啦，高松或者少大啦哈。哇，但是喝太多也不好了，对不对？对呀，如果你有心脏病，可能会令到你的心跳得快，对，或者你有睡眠的问题，就不要喝哈。好，那2位还有信心回答下一题吗？下一题如果真的答错我走了。那你不要故意答错。好，来下一个迷思吃了有病毒感染的海鲜有可能得到 B 型肝炎，真还是假？真，好像是。怎么讲？我听说过了，吃那个憨啊什么呀，他们好像说不要吃那种生的，然后不卫生的那种。我也不晓得还好我没有吃。好，那医生答案是假的，他哥不要跑。为什么我们听说的都不准呢？所以这个是一个 trick question 来的，因为你吃了肮脏的海鲜，你可能中 A 或者 E。B、C 不一样的传染方法。好，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个 A、B、C、D、E 我们来科普一下 A、B、C、D、E 肝炎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好不好？来，医生就交给你了。A 跟 E 呢，就是经过吃了肮脏的食物，尤其是海鲜。E 的也可能是吃了煮不熟的猪肉才感染到。这样 B 跟 C 的是不一样 ，B 跟 C 就是经过血来传染的，还有这个性行为。这样 D 呢也是血传染，不过因为 D 新加坡很小，所以我们很少看得到。为什么海鲜会有 A 型的肝炎病毒如果我们住在海边，比如说我本身有 A 或者 E 型肝炎，我的粪便就排进海里面呢，那些鱼这样就吃了它，这样你拿出来也没有煮好来吃，就可能会中到。妈妈她本身是个 B 型肝炎的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说怀孕后就传给这个小孩？以前传给孩子的机会是98%不过呢，过去的10年我们有更好的药物，在母亲在最后的12个星期才吃这个药，可以让母亲里面的 B 肝的数量减少到差不多是0，生孩子的时候没有病毒就不会传染。医学真的是越来越进步。对，那请问医生如果动手术的时候接受输血，这样是不是也会被感染呢？B 还有 C 是一个血来传染对，不过你不用担心，因为新加坡呢，我们的血库很安全的，从1995年之后呢，你的 C 跟 B 它会都查的，所以没有可能可以从输血里面感染到这个 B 或者 C 型肝炎的。不过你的病人，他们在1995年之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在内，都可能中 C，因为C 型肝炎是在1992、93、94那个时候才发现，那时候的血可能不干净。了解了。那你刚才有提到说 D 型的这个肝炎的人比较少，你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D 型 Hepatitis D Delta 呢是人传人，它一定要经过跟 B 一起传染的。为什么要中了 B 才会？因为 B 好像要拖着他的手一起进去，这样不可以自己不可以传染的。这个病主要是在这个意大利啦，这个地中海的地方比较多。不过因为 D 新加坡非常小，所以我们就好院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 D。是。我也听说过急性肝炎，还有慢性肝炎。对。这2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一个病人中了一个急性的肝炎，他们会吐、会发烧，我们给他一些药物来，然后就康复帮助一下了，来康复了。他们99%呢都会自己会好的。A 跟 E 呢中了之后呢就 OK， 还有会有抗体哦。不过呢 B 跟 C 呢，你中了之后呢，有差不多小部分的病人会变成慢性的肝炎。所以这慢性的肝炎是怎么讲呢？就长期潜伏在体内对啊，他们死不了，躲在他们的肝还有白血球里面。OK， 那这个慢性肝炎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吗？因为这个 B 跟 C 的肝炎，他们就在肝里面不停的繁殖，不停的发炎，慢慢的也可能变成这个肝硬化，也可能变成肝癌。这个急性肝炎除了呕吐啊、发烧之外，还有哪一些的症状呢？通常病人会说发烧、疲倦、没有胃口。后来他们觉得，为什么小便这样黄，好像茶的颜色啊？就是看医生，医生看到他们，你的眼睛眼白很黄啊，就赶快去看专科啦。所以就立刻做那个治疗了。对啊。那些慢性带菌者的话呢，他们是没有感觉的，他们有危险会中这个肝癌。好，那当然这个肝是我们人体一个很重要的器官，真的是要好好的呵护哈。是的，所以我们广告回来呢，中医师会跟我们分享护肝的食疗，千万不要错过。稍见。好，欢迎门医师。谢谢大家好。是的，你要带来什么样的食疗嘞？鹰嘴豆护肝汤。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功效？主要是疏肝跟护肝的作用。主角是这个回回豆，也叫鹰嘴豆，它能够帮助肝脏排泄毒素。那么腰豆主要是它含的营养高，而且煮这个汤的时候放腰豆，它的味道特别甜，特别好吃。OK。黑木耳，黑木耳主要是它有活血。这个龙眼肉，那么枸杞子，它有护肝的作用。OK， 好，那这个做法是怎么样的？做法我们把回回豆这个鹰嘴豆要先泡差不多1天，它才会膨胀。对，黑木耳也是要泡过，就把所有的材料放在一起煮上2个小时。其实它这个就可以当做平时我们在吃饭时的一个汤饮，对吗？对，家家户户都可以煮，男女老少也可以用的汤。OK， 那如果说观众朋友想要知道这个制作过程的话，可以扫描以下的 QR 码。OK， 来，彬哥，味道如何？哇，这个甘甜甘甜的，对啊，这个很就是很容易入口啊。我是觉得它的整个搭配很好，它的这个玉米啊，跟这个番茄啊，就是有带出那个甜跟一些酸味。是它的甜它不是让你很腻的甜，它是清甜，然后它又有一股香气。对，非常好。但是这个龙眼干黑色的可以吗？可以用，在这里选这个是泰国的龙眼干，它是把龙眼剥出来晒干，就直接可以用了。OK。另外一种叫桂圆肉，不过那个有时你买过来煮的时候它带酸，因为它收太久也是糖变质了。那另外一些是因为收久也是怕它发霉，我们看不出。就比较危险。对，这个比较安全一点。所以医师常看到人家喝那种清肝茶，可以吗？可以常喝吗？我知道市面上的清肝茶很多是用那个草决明，草决明本身有清肝明目、解毒的作用，但是不能吃太多，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叫大黄酸，它会使到我们的肠壁变黑色的。哎呦，适量很重要。对。那么在饮食上面呢，B 型肝炎的患者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是在十字科的食物，比如椰菜花、甘蓝这些都非常好。那另外就是一些坚果类，它有一些植物性的油，可以给我们肝脏转为脂肪酸，所以对我们肝脏非常好。OK。那对于这个肝脏不好的人那中医有没有办法用这个所谓的望闻问切来做一个诊断？我们就要看观察，所以我们要观察入微。所以首先我们会从那个望闻问切，望什么？看这个人是不是脸色好看吗？会不会带晦暗色？那么很疲倦的感觉，这个是第一眼，我们看他走进来就可以望到。我们方面，我们一般上我们看到病人，如果他很严重的肝的毛病的话，
我们一般会闻到一个特别的味道，这个叫干臭味，那个味道好像是烂苹果跟臭鸡蛋的味道。哇，那应该很臭。对，为什么会有这种味道呢？只要是你肝功能不好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蛋白，那么它没有办法很好的消化，所以它会发出一个好像硫化物的味道。了解哈。哎，那问这一块又是怎么样？问诊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通过问的过程中，知道他的病程是刚刚发生还是已经发病很久了。然后还会去问说他有哪里有什么疼痛吗？他们会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血痛。哦，这个地方会不舒服，比较不舒服。OK，中医怎么样为这个 B 型肝炎的患者呢做调理？一般上是病是在他的脾胃比较多，表现在脾胃，通常都会用清热化湿的方法调理脾胃。除非病程比较久，我们就会用那个活血化瘀。这个是中国经过很多的病例做过了临床研究，最后总结出来的方法。大数据。对，所以根据这个急性或慢性使用的中药也不一样哈。对，我们讲过了那个食疗，那平时我们可以做一个护肝的穴位，这个叫章门穴。我们把肘曲点住我们的热下，我们这边的热下，对，一个那点就是章门穴，那我们就这样摇。所以每个人就是我们只要就是往外扩，按住那个就是章门穴。对，那么你就摩擦摩擦。那每一天可以做多久呢？什么时间你想做就可以做。以后你跑步你就这样跑了。对，以后我就关着我手背这样子跑。好，那我们介绍完这个食疗跟穴位按摩了哈，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呢西医诊断跟治疗的方法。好，来，我们继续再按一下。来。OK， 医生啊，现在想问一下，这个肝炎诊断的方法现在是有哪一些啊？首先我们要确认他们有肝炎啊，他的咽肝指标会这个转氨酶会高起来了。OK， 还有我们给他验这个 B 肝的表面抗原，如果阳性的话呢，就是他们应该是这个慢性的带菌者了。我们是鼓励他们每半年验血跟做这个 B 超，看有没有肝硬化呢或者肝癌。哇，这样医生，每一种肝炎都会有疫苗吗？我们有 B 跟 A 的疫苗哈，A 呢打2支针，今天还有半年后就可以。OK。B 呢要打3支针，今天1个月后还有半年之后。OK。不过任何人在新加坡1987年出生之后呢，一出生就会打的啦。不过好像我将1987年之前生的，就要去找诊疗所啦，或者是GP 啦，他们都有那个疫苗可以跟你打的。OK， 好。那如果说本身比较要注意的就是慢性的 B 型肝炎了。那如果说一个人他知道他自己有这样的问题，那有什么要注意的吗？3不要，不要肥胖，对，不要吸烟，也不要喝酒。OK。之后呢，我们也告诉他，这个乙肝呢有可能会变成慢性的这个肝炎，变成这个肝硬化跟肝癌。譬如说有 B 肝、有 C 肝，或者有喝很多酒，或者有什么脂肪肝的问题的人呢，他们是需要每半年来看医生来检查。那你刚刚讲说每半年，其实很频密的，不可以说1年1次啊。因为呢有很多的研究就说，肝癌是每4到5个月长1倍啊。所以我跟病人说，今天你验没有问题，万一你真的不幸的，明天他开始长这个肝癌呢，在半年后肝癌还会比较小，但是你等到1年呢还可以。不过你不看医生，你等他有问题你才看医生，通常就很大力了。其实如果有家族史呢，就比如说你家族有些人是有这个肝癌的风险的话，也需要每半年吗？通常很小病人是完全没有这个危险因素来中肝癌的。如果你有家人有肝癌，我们要问有没有 B 型肝炎、C 型肝炎，有没有喝酒，有没有说脂肪肝。很小病人是完全没有都中肝癌的。如果有的话呢，你就对症下药咯。是，好，所以最简单的还是定期做检查。我们其实也常听到有一个说法，说熬夜很伤肝啊什么的。在我们中医的理论里面，尤其是11点到1点是胆经的循经，对，1点到3点是肝经的循经。那么这一个时间我们应该是休息。如果你没有休息的话，
你的肝脏就做了很多负担。所以在2017年在日内瓦大学他们做过了一个研究，就是肝脏在白天很活跃的时候，肝脏的体积就比较大。到了晚上啊，它比较不需要那么活跃的时候，肝脏自己会缩小。那么这种膨胀缩小的过程，如果我们干扰它的话，是会影响我们肝脏的功能，跟其他的疾病的产生。但是我们艺人常常要熬夜吗？对，有时候拍通宵，现在比较少啦。然后还有空姐呢，空姐晚班，然后飞来飞去，时差，医生，然后还有一些长期做夜班的，那怎么办？还是有些人要交际。晚上对不对？哎，都要还熬夜的嘞。在研究的过程，它是说觉醒跟睡眠，那么肝脏的活动量是一定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晚上做夜班的人，白天睡觉，你就要让你的窗帘弄黑的，那么不要有灯光，制造一个晚上的气氛。我们的大脑会分泌那个褪黑色素。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当然还是问一下医生，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补充关于这个护肝这一块？就是我们的肝呢是一个有很大的多余的肝的，我们需要破坏了差不多80%才会有这个症状。所以呢，当你有症状的时候呢，已经破坏的很多了。所以通常被发现的时候都是末期了，这样。对啊，所以很多病人来看医生，他们说有眼睛黄，发现肝癌，那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很迟了。这个肝癌如果早发现，治愈率是高的，对吗？对啊，当一个肝癌如果它没有肝硬化的话呢，我们可以开刀。如果它的肝癌是比较小个6.5个 cm 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切除，很大的机会可以痊愈的。因为肝是会自己长回来的，对吗？对啊，我们肝除了很多盈余的话呢，也可以长回来的，我们才可以换肝嘛。当我们这肝切到了差不多80%的话呢，它剩的2层会慢慢的变成100%，对，很厉害呢。所以你有肝癌，你割掉之后呢，它可以再长回来。对，就肝它是很神奇，是我们身体上唯一一个能够自己再生的器官，对吗？对呀。OK， 那在这边还是要谢谢韦医生做的总结跟分享，谢谢医生。医生也要谢谢你的医师带来的师阳还有分享，还有彬哥，谢谢你的热情讨论，谢谢。OK， 还是要再次的呼吁啦，如果是你是1987年以前出生的国人呢，记得要去做这个B 肝的筛查哦。对，如果是在1995年之前接受过输血的人呢，也要去筛查 C 肝。是，那如果你是B 肝的患者，其实到诊所或者是综合诊所呢，都能够去做一个筛查，就是刚才我们的韦医生有建议的一些追踪的检查了啊。是的，好啦，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